醉三把我的大号给冲了，想不到我换个马甲又出来了。今天带着大家咱们聊一下肖战续约李宁的意义。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肖战和李宁的缘分始于2021年，当时他正式成为李宁的全球代言人，一合作一晃就是5年。5年的时间里，双方不是代言被代言的关系，而是一路并肩同行，彼此成就。就在最近，李宁正式官宣与肖战续约，还直接把他晋升为品牌首位且唯一的全球代言人，这可是李宁品牌创立以来头一次给到艺人这样的顶级头衔，足以看出品牌对他的100%认可。为什么这次的续约能够引发这么大的关注？首先，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长情合作，在当下娱乐圈，艺人与品牌的合作大多是短期合作，能走过5年还能顺利续约，甚至升级身份的少之又少。肖战凭借自身超强的国民度、正面的公众形象和实打实的市场号召力，每一次和李宁的联名款宣传大片上线，都能掀起一波热潮，不仅帮李宁吸引了海量年轻的消费群体，更让国潮品牌的影响力持续出圈。而李宁也始终给予肖战最大的信任与支持，从潮流线代言人到全球代言人，这份认可是对他商业价值和个人品行的最好证明。再者，这次续约背后藏着国潮崛起的底气，肖战一直是国货的坚定支持者。和李宁合作的这些年，他带着大众看到了李宁的设计创新、品质升级，让更多的人愿意为国产的运动品牌买单。从国内市场到全球化布局，李宁借助肖战的全球影响力，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。而肖战也通过和国民品牌的深度绑定，传递出支持国货、弘扬本土品牌的正能量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书写了国潮与优质艺人合作的典范。5年同行，初心不改，从初次牵手到续约前行，肖战与李宁的故事是信任的延续，也是实力的印证。未来相信他们会继续携手，把运动精神和国潮魅力传递给更多人，也期待双方能够带来更多惊喜，真正诠释一切皆有可能的品牌理念。肖战演技100讲，今天我们聚焦封神的角色玉骨遥当中的石影，咱们只抠剧情，只讲细节，不空谈。首先，开场丽人清冷破碎，一步到位。少时命运坎坷，背负预言，孤身困在九嶷山。肖战不靠浓妆，不靠台词，只用体态和眼神，脊背挺直，气质疏离，眼神里既有神官的淡漠，又藏着绅士的孤苦。他演的不是高冷，是天生薄命，被迫清冷，一出场就让人心疼。第二，心动戏极致的克制，层次拉满，从初见殊途的疏离到慢慢被朱颜温暖，他所有的喜欢都藏在微表情里。看他时眼底不自觉变软，被偏爱时一瞬愣神，嘴角想笑又拼命的想压下去。尤其是新桥失恋那场戏，听见最喜欢师傅瞳孔微动，呼吸一致，把不能爱不敢爱却深爱的隐忍演绎的淋漓尽致。第三，爆发戏收而不崩，高级感十足。得知母亲惨死，遭遇至亲背叛，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大吼，先是瞬间僵住，接着身体微颤，声音沙哑，眼泪缓缓落下。明明痛到极致，却还要强撑体面，完美演绎出神官的克制，也演出了凡人的绝望，共情力直接拉满。第四，神性与人性1秒切换，反差感拉满。面对天下苍生，他念出那句学法者何为，以拯黎元危难，目光坚定，正气凛然，是心怀众生的神。面对心爱的人，眉眼温柔，卸下所有防备，只是一个渴望温暖的普通人，一刚一柔，界限分明。最后玉骨刺心，教科书式的收尾，明知必死，他一脸坦然，只为破除预言，护他周全。看着哭到崩溃的朱颜，他满眼心疼，慢慢闭上眼睛，气息渐弱，没有激烈的动作，却把成全、深情、大义全部表现出来了。总的来说，肖战演石影靠3样东西：一是极致的克制，留白有余味；二是细腻的层次，情绪步步递进；三是风骨与共情，让人记住角色而不是演员。这就是石影成为经典，演技反复被回味的原因。欢迎收看肖战演技100讲，今天咱们聊一聊玉骨遥到底好看在哪里。首先，剧情不悬浮，宿命感直接拉满。开篇一句预言注定师徒末路，相爱相克。九嶷山出狱，一夺血寒微。清冷神官遇上热烈少主，闭眼就是一生。新桥失恋里，两人藏不住的心动，明明满心欢喜，却碍于身份，碍于天命，只能拼命克制。最戳心的是最后玉骨刺心的那一幕，石影明明深爱，却甘愿亲手让挚爱了结自己，只为护他一世清白，不让他背负灭国的骂名。这份隐忍的爱真的虐到骨子里。其次，格局远超普通的仙侠，不只谈情说爱，他跳出了小情小爱，从头到尾都在讲家国大义。石影放弃太子之位，隐于深山，一生所求不过是守苍生护家国。那句经典台词学法者何为，以拯黎元危难，贯穿全剧。他从来不是只为情爱的男主，而是心怀天下以身殉道的英雄，既有情的温柔，又有神的风骨。再者，人物双向成长，感情双向救赎。石影一生孤苦，是朱颜的出现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。他懂得人间暖意，而骄纵任性的朱颜，在守护师父、守护家国的路上，也慢慢褪去了志气，学会了担当，从被守护的小女孩慢慢成长成为一名守护者。没有谁单方面的付出，两个人彼此治愈，彼此成全。最后，东方美学氛围直接封神，水墨风的九嶷仙山，清雅脱俗的服化道，一花一木一景一物都自带诗意，特效不浮夸，画面高级，景衬人，人容景，每一帧都像是壁纸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所以说玉骨遥从来不是简单的虐恋仙侠，它有极致的爱情，有宏大的格局，有完整的人设，还有一眼沦陷的东方浪漫，看过才懂，一念相思，一世苍生，皆是深情。玉骨遥真的堪称国产仙侠的天花板。
因为推荐了肖战的电影，我被网爆了。作为肖战的2025年得闲紧致的电影粉，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肖战，但是没有认真了解过。直到我看了一部叫《得闲紧致》的电影，最开始我甚至都没有认出来莫德贤就是肖战。他把一个从苟活匠人成长成为守家战士的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。肖战他用实力证明自己不再是被标签定义的偶像，而是一位能够扛得起厚重历史叙事的演员。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演技，也为国产电影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这样一部好电影，这样一位好演员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连表达对这样一部电影的喜欢，对这样一个演员的喜欢都不可以吗？最开始呢，我只是推荐大家去看《得闲紧致》，然后我的评论和私信就遭到了大量不堪入目的言论，包括人身攻击、对家人的诅咒，甚至把我的个人的照片 P 成小丑的模样，把我的账号主页截图转发到他们的社交媒体，配上各种不堪入目的文字，这些我都有截图保存证据。于是我开始好奇肖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能够引起这么大的恶意，甚至连别人喜欢他都不被允许。于是我去考古了肖战的采访，最难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让他管理粉丝，肖战说我不认同，直接硬控了我3秒钟。我去看了肖战对代际潮音的解读，去了解了肖战在圆桌派上说电影就是造梦。后来也去看了《藏海传》，了解了我那迷人的老祖宗汪藏海，也考古了《陈情令》，魏无羡那天真的笑容，至今还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肖战就是这样，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作品，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，一步步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。越考古，你会发现越喜欢肖战。直到今天能够成为肖战的粉丝，我挺骄傲的。因为肖战确实是值得的。现在当我再回头看攻击我的那些私信和评论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笑的，因为他们找不出来反驳你的点，就只会撒泼打滚和辱骂。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，因为肖战已经优秀到让他们害怕的地步了。我并不害怕被网暴，因为他们是站不住脚的。我只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认识到肖战，了解到肖战。对3冲了我的大号，想不到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看完《玉骨遥》，所有人都公认肖战饰演的石影彻底重新定义了古装美男的天花板。以往我们说起古装美男，大多停留在五官俊秀、扮相好看的层面，可石影这个角色直接把古装审美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他绝不是单纯的颜值惊艳，而是骨相、气质、神韵与角色灵魂的完美融合，是真正从书里走出来的仙侠男主。先看外形，肖战的骨相堪称天选古装脸。在《玉骨遥》里，石影一身白衣玉冠，没有浓妆艳抹，没有华丽堆砌，仅凭流畅清晰的下颌线、挺拔立体的鼻梁，还有眉眼间自带的清冷疏离，每一个镜头都像一幅古典水墨画。无论是侧颜逆光的剪影，还是垂眸施法的瞬间，都经得起怼脸特写，自带一种不染尘埃的仙气。这不是靠妆容堆砌的美，是刻在骨相里的贵气与清绝，打破了古装美男只重皮相的固有认知。更绝的是他的气质，石影是九嶷山大神官，身负家国大义，心怀苍生黎民。肖战把这份清冷神性、温柔悲悯演绎的淋漓尽致，他往那一站，周身自带疏离感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是高高在上的世外神官。可面对徒弟朱颜，眼底又藏着隐忍的温柔，面对天下危难又有舍身赴死的决绝。这种清冷不寡淡、高贵不孤傲的气质，区别于以往古装美男的或邪魅或温润，开创了清冷系古装美男的新典范，让大家明白顶级的古装美从来都是气质先行。而真正让石影封神重新定义天花板的是肖战的演技，让这个角色注入了灵魂。古装美男从不是花瓶，石影的美是有血有肉、有风骨、有格局的。剧中的那句学法者何为，以拯离原危难，肖战用原声台词把角色的责任与担当喊得掷地有声。以往的古装美男大多是颜值出圈，可石影不一样，他是颜值、气质、演技和角色内核全方位封神。他让我们知道，真正的古装美男天花板从来不是单一的好看，而是外形与灵魂共生，仙气与风骨并存，能让观众相信世间真的有这样一位清绝出尘、心怀天下的神官。肖战的石影跳出了古偶男主的套路，重新定义了古装美男的审美标准。难怪无数的观众说石影之后再无如此精致的白月光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古装美男新天花板。对3把我的大号给冲了，想不到我携小号满血归来，继续开启我的复仇之路。今天我们的肖战演技100讲，聊的还是玉骨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近几年能够打动我们的古装剧，靠的不再是华丽的堆砌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式审美。玉骨遥就是这样一部把中式美学拍进骨子里的作品。它不仅是好看，更给了我们很多关于美的启发。第一，美在留白，不在满意。剧中的九嶷山云雾缭绕，水墨意境十足，没有刺眼的配色，也没有杂乱堆砌的场景，这种少就是多的审美放到今天依然适用。真正的高级感从来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删繁就简，留有余地，就像做人做事一样，你懂得克制反而更有力量。第二，美在风骨不在外表，石影的白衣清雅，朱颜的红衣热烈，服饰配色含蓄又有张力，器物纹样古朴端庄。中式美学从来不止于平常，更在于气韵与风骨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外在的精致固然重要，但内心的从容端正与温柔才是一个人最持久的美感。第三，美在传承不在跟风，剧中的建筑、礼仪、服饰、法器都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，从山水画的构图到传统纹样的运用，都在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格其实一直藏在我们的文化里，不必一味的追逐外来的潮流，守住东方审美，自信的表达中式浪漫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。第四，美在意境不在表象，玉骨遥的美是含蓄的、诗意的、有故事感的，它不直白宣泄，却让人久久难忘。这也是中式美学最动人的地方，重意境轻张扬，放到生活里温柔有边界，内敛又有力量，这样的状态最动人。其实看玉骨遥看的不只是剧情，更是一场文化回归。真正的中式美学不仅能惊艳时光，更能温柔岁月。玉骨遥告诉我们，守住本心，自带风骨才是最高级的审美。
谍报上不封顶，如何做到未播先火，炸翻全网？一部剧还没定档，全网的预约已经直冲顶流，话题一天刷爆10几亿，稳稳霸占最期待剧集榜首。观众根本不用宣传，自发的催播，人气肉眼可见，完全是未播先火的天花板级别。这部剧是正午阳光的谍战大作，品质班底直接拉满，男主肖战谍战首秀，一人拿捏3重身份，纨绔外表，卧底内核，信仰坚定，反差感直接爆棚。为了角色减重，苦练谍报密码，全程原声台词出演，专业度肉眼可见。搭档周雨彤演绎高智商密码天才，双强博弈，不靠恋爱，靠智商，清爽又带感。他不靠枪战，不靠拉扯，主打金融谍战加密码博弈。民国经济暗战，算盘破密，昆曲传讯，机关秘史，一环紧扣一环，全程高能烧脑，没有多余感情戏，主线就是信仰、隐忍、潜伏，节奏紧凑，有一种越看越上头的感觉。剧组更是实景复刻1:1民国南京城，服化道镜头全部严丝合缝，每一帧都像是大片的质感，而且还是主流重点推荐。海外同步购入版权，品质格局双在线。总结一句话：谍报上不封顶，正午品质打底，顶流演技加持，题材耳目一新，数据更是一路狂飙，既有谍战的紧张烧脑，又有家国信仰的热血动容。这就是为什么谍报上不封顶，还没开播就已经火到挡不住了。陈情令你看了几遍？截止到现在啊，我把陈情令结结实实的看了4遍。很多人都说这部剧刷1遍是入坑，刷3遍是常态，刷10遍还能够发现很多的细节。所以陈情令到底凭什么能够成为这么多人心里不可替代的白月光？首先，我觉得是角色立住了，而且立得太绝了。魏无羡从明媚少年到举世皆敌，他的桀骜、温柔、委屈、坚守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滴泪都戳进心底。肖战的魏无羡不是在演一个角色，而是让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人，历尽千帆依然不改少年心性，还有蓝忘机的隐忍深情，江澄的口是心非，金光瑶的身不由己。每一个人都不是简单的好与坏，立体真实，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看1遍就忘？而且陈情令最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刻意的煽情，而是知己情、少年意和家国意，是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扛起来的深情，是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偏要一条道走到黑的独自坚守，是全世界都误解你，却有人始终信你、等你、护你。这种干净又厚重的情感，越品越上头，越刷越心疼。有人说第1次看陈情令是剧情，第2次看是情感，第3次看是细节，第10次看它就是情怀。陈情令代表的不只是一部剧，它更是无数人的夏天，是初心，是光。在浮躁的环境里，陈情令用诚意打动所有人，他让我们相信少年意气不灭，真心永远珍贵，善良和坚守永远有意义。魏无羡永远耀眼，陈情令永远经典，这就是陈情令值得反复刷的理由。